弗拉迪沃斯托克及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著名港口城市。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宣布，将增加弗拉迪沃斯托克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这意味着东北内陆地区将打开出海通道。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罗斯对华开放弗拉迪沃斯托克作为中转口岸有何深意？对中俄关系又有何促进作用？国际舆论为何对中俄这一合作高度关注？来看报道。海关总署日前发布2023年第44号公告，宣布为落实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促进利用境外港口开展内贸货物跨境运输合作，决定进一步拓展吉林省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范围。当中包括同意在原有吉林省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自今年6月1号起实施。15号，海关总署口岸监管司负责人就我国东北地区通过周边国家港口开展国际贸易中转业务事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为降低我国东北地区大宗货物难运物流成本，从2007年起，我国按国际中转业务同意黑龙江省货物运至通过包括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在内的多个境外港口中转，再运抵我国南方港口入境，相关业务运行良好。国际中转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海关业务，中方已积累了多年的实践经验。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海关总署本月公告同意吉林省新增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为境外中转港口，这是一项相关国家间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海关总署将在跟踪评估的基础上，积极支持该项业务发展。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以前东北内贸货走海运基本在辽宁营口或大连上船，再运往厦门、广州等方向，但吉林、黑龙江货量到辽宁港口路程普遍超过1000公里，运输成本较高。相较下，黑龙江绥芬河市和吉林珲春市到弗拉迪沃斯托克仅200公里左右，陆路运输成本可以大幅降低。北货借助境外港口南运，不但减少了成本，也有利于中国加强与近邻之间产业链、供应链联系的紧密度。俄罗斯向中国开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啊，能够使我们的东北的这些货物啊，能够以最近的距离，那么来到这个港口，运到我们中国南方，通过海路，这样的话呢，会极大的降低我们的运输成本，这样对于我们东北的工农业产品的这种竞争力啊，在全国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啊，非常有好处。弗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亚欧大陆东北部，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最大港口城市，每年集装箱吞吐量近100万标准箱。而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今年2月发布的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规范，规定地图上凡涉及俄罗斯8个地方必须标注中文地名，当中就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及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参与到中国贸易体系中，是这些年来中俄边贸合作不断前进的一个缩影。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加强实施向东看战略，中国成为了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环球时报评论指，中俄远东合作空间远不止于海参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终需要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合作项目成功上。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商业合作正折射出两国的互信和友谊，同时也遵循着市场规律。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推动俄中新粮食陆路走廊建设，以增加乌拉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谷物产量，并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有分析指，中俄新粮食陆路走廊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刺激俄罗斯的经济，对于中国未来粮食市场的发展和战略储备也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我们中俄呢，因为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两国关系呢不受外界干扰。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我觉得那么俄罗斯向中国就是开放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啊，我觉得包括对中国进一步放开远东地区的合作，加深中俄关系的经贸合作的内涵，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俄罗斯的需要，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就进一步开放的一个需要，这个符合双方的这个国家利益。公开资料显示，今年1月至4月，中俄贸易额增长41%以上，超过730亿美元。而在2022年，俄中贸易增长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俄媒近日报道称，在俄中边境上，一条长数公里的货车队伍正在排队等待通关。自开春以来，俄中边境口岸恢复了往日的烟火气，两国贸易往来大幅增长，也因此，俄方的卡车挤满了外贝尔加斯克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
在中俄边境边检站等待通关的货车队伍排了足足有10公里。之前该口岸日均通过300多辆车，而15号凌晨，该口岸大约有700辆车在等待，并且以每日向前行驶100米的速度等待着，造成相对严重的拥堵现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要求加快外贝加尔斯克国际公路口岸车辆通关电子排队系统试点启用步伐。俄联邦海关总署远东局局长拉德金表示，将与中方一同努力，口岸将开启24小时工作制，以便让等待的车辆2天内全部通过口岸。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王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曾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向俄副总理呼吁背靠中国，全力开发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那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应该说，当时啊，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说应该把海参崴开放，并且尽可能让俄罗斯把海参崴效仿这个中国的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港口的时候俄方的很多代表都给予了极其高度的评价。但是在场的不只是俄罗斯的副总理，还有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院以及相关这个外交研究的很多这个专家都在场但是那个场景呢至今呢还令我非常难忘，那就是他们犹如听到了一个极其新颖的、从未听到过的这样的一种来自外国的声音和一种大胆的建议。那么实际上呢，过去的几十年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我们中国人讲的海参崴，发展远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落后得多。在海参崴呢，我停留了4天。海参崴的相关的这个风景非常的优美，它的相关的这个地理位置跟我们中国的香港非常的相似，所以我提出说，就像应该让海参崴也背靠中国东北的这个1亿人的大市场，让发展起来。那么这样的建议呢，实际上相当于是给他们对于海参崴的未来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非常大的窗户。我们知道，您还在俄罗斯知名媒体《生意人报》上发表文章，强调中俄应加强远东合作。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俄罗斯历史上一直以来在开发远东方面不如预期呢？去年9月份，我在俄罗斯最大的报纸之一《生意人报》上呢，发表了一篇关于远东崛起的文章，也在俄罗斯呢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这些回应。应该说，远东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个主要呢在于3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俄罗斯呢，它骨子里面呢还是认为呢自己是一个欧洲的国家。他们对于欧洲世界，对于整个西方世界呢，长期以来呢有想挤进去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的幻想。那么对于远东地区呢，他们的战略的发展意图和步骤呢，并没有跟进。我们从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它相当多一部分土地是在亚洲的。乌拉尔山的东边就是它的国土面积大概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东边1000多万平方公里，仅仅只占有它这个人口的不到8%大概只有1000万左右。主要的人口偏西部一些，就新西伯利亚这一带。那么再往东到远东一带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这些地方，人口就非常稀少了。你看，像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经常我们讲的海参崴这个地方，仅仅才30到50万人口。第二个原因呢，当然就是环境的原因远东呢气候比较恶劣，所以人口呢就相对的稀少。第3个原因呢，当然就是俄罗斯对于东方国家的合作仍然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到位。尽管在10几年前，普京就提出了向东看，但是俄罗斯的地方政府呢，对于东方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合作的落实还不够，所以导致远东的发展潜力还远远没有爆发出来。我们注意到，最近中俄合作大项目不断，除了海参崴打开了吉林省出海口，还有油气管道和粮食通道等。那您怎么看当前与未来中俄关系的走向呢？中俄合作，我想，通常来讲呢，有这么个3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过去的10-20年
历届中俄两国的领导人的共同的努力，使中俄两国的战略互信得到了非常好的夯实。在过去的10年时间，我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先后9次出访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也是多次的出访中国。那么两国国家领导人呢，曾经有40次左右的见面会谈。这个播种下了非常深厚的高层的友谊。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俄之间的资源能源贸易经济是相当互补的。中国有的俄罗斯没有，俄罗斯有的中国没有，所以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共赢的。第三呢，当然就是当前的这种地缘的冲突以及全球的大国竞争，来自于西方，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遏制的政策，使得两国呢进一步认识到背靠背、肩并肩合作的重要性。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当前的发展的现状，或者是全球的环境，都可以证明呢，中俄之间的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那么，尤其过去的1年多，俄乌的冲突呢，使得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向东转的政策、向东看的政策。那么中俄之间的过去的1、2年的贸易的增长每年都呈现20%、30%甚至更高的增长。那么同样处在这个中俄这个边界的这些区域，尤其包括东北，也迎来了发展的小阳春。好的，谢谢王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